温大夫，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咱们坝峡镇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哈，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了。坝峡镇是依照上峰提供的规划建造起来的，我还有印象，是顺应山势、地貌而建的整个镇子，其图形像八卦中的坎卦。现在想想，这不是巧合呀。没错，藏宝者通常会做2手准备。最直接的是绘制藏宝所在的方位图，为了防止藏宝因方位图丢失或损害而无法查找，藏宝者会用特殊的手段，在藏宝地区做下暗示。因此，我相信坝峡镇的规划绝不是随意而为。对，提供规划的人也许就是藏宝者，但我敢肯定，他们绝对都已经死了。少说废话，多想想里面的玄机，或许能使我们拨开云雾见明月呢。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论，八卦属于8阶纪阵，他们是坑坎离拖浅占根，分别指的是0、1、2、3、4、5、6、7。坎为2，坎卦的中间一个阳爻，上下一个阴爻，阳爻相当于2进中的1，阴爻相当于2进中的0。这似乎给我们一个数字化的提示。是坐标，坎的方位是西，卦符是正南正北。从坝峡站的中心以2位置计算，其代表的坐标是 N08 E39。那不是鱼塘旁边吗？对呀，坎为水，鱼塘当然属于水了。这绝对是一个非偶然性的契合。对，上峰当时是指示，在建造镇子的时候，地面上的建筑和设施尽量的要保存，包括鱼塘和养殖户住所都在其中。老甘家，你们不是只能在原地扩建，是不是？对，没错。为什么要求保留？这是不是很说明问题了？啊？停了，停手！再挖下去不对了。罢了，为己为私，而逆天下，鬼神弃之，最后落得个一无所有。得了，算了，别挖了。鬼神？何大爷，您有什么想法？藏宝者很高明啊，为了抵御盗宝者，他们用天时地形导致对方错乱，使对方陷于绝境。可别忘了，他们也是人呢，他们的行为也会留有自我逻辑的印记。他们用的是提示法，那么我们盗宝者的失败，又何尝不是一种提示呢？龙伯在灰心之下都觉得犯鬼神了。却不知啊，鬼神2字正是玄机所在，因为坝峡镇鬼神物理存在。我说何大爷，你就别卖关子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水来土掩，水来土掩，鬼神，土地神，对，坝峡镇微于物理存在的鬼神。对，土地庙。
这庙像是藏不了东西啊。神看我们动过几次了，也没发现过有什么机关。废话，那破锡棚子你们能挖，这儿就不能挖呀？把灯灭了。子水为坎卦，现在什么时辰？正当子时。这就对了。就从这儿挖。就这2箱，就这2箱，足可以敌国了。赶紧分了吧。谁？你们回来了？追踪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施兰也到了叶县。施兰，我们下了个套，把他们一起干掉了。那也不容乐观。我们分掉藏宝，尽快离开，此地绝不可再多逗留。是啊，一个人影吓得声都劈了，再待下去该闹病了。找到藏宝了。霸下镇从来不缺能人，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你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回不了头了。杀了我吧，否则我会追你们到天边。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条心？我宣过誓，要效忠的。是你说的，他死在我们手里，还能落得一世清明，留给组织处决，死都死得不干净。要不你来吧。我有100个理由可以杀他。那也谢谢你了。
算了。全都走了。一个不剩，全走了，全走了。这次会议，委员长颇有一种得之意满的感觉。他说，在2年内结束抗战不是没有可能。随着美军在西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推进，同盟国如日中天。中国若能紧进美英苏之后成为4强，真正的站起来，我相信他会走一条与别国不一样的宪政之路。当然，委员长的宪政是为党权服务的，他不允许军队的战后中立，相反会以大吃小，吞并各个诸侯。他更不能容忍共产党拥有武装，所以无论出了任何问题，都不能断了跟海军的联系。陈将军私下里询问了一下援助的事情，你怎么说？我让他稍安勿躁，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高处长，翁秘书长，属下有辱使命，罪当万死。我知道了。世事难料，谁都不是神仙。你们还都活着，就是我之所幸了。别以为能骗得过我们，想想这是什么地方，我们都是什么人。说，你和那些叛徒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没能阻止他们，我有罪，但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少跟我来这套！你们响应到的就是这个假象，放你回来就能窥探到组织对这件事的掌控程度。当你确定组织已全然失去目标，这场反叛就成功了。而你用一个悲情英雄的姿态，还能博得同情，全身而退，最终跟他们一起坐享其成。我告诉你，萧月，火中取栗这手并不新鲜，别在我面前心存侥幸。那就逼了我吧。你要真的想死，就不会活到现在。我活到现在，是想当面跟组织以死谢罪。不是别有用心，他们凭什么留你这活口？你这个畜生！再给我滚！告诉我，你们是经过什么途径得知施小姐要去巴夏的？别再狡辩，何有贞已经交代，你们去夜宴，就是为了拦截施小姐，给反叛者的逃离创造时间和空间。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要听住！别一有坏事就往共产党身上推。我给你注射的药剂浓度很高，以你现在的意识能力，不可能编出完整逻辑的谎言。你省省吧。听住！警告你，不说实话，
就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所以我拜托，我不想再听到共产党这3个字。我说了吗？我说了吗？你还挺个什么？为谁挺呢？有功的基础就是有正确的推理，推理不正确，打多少药都没有，打多少药都没有。师姐，你真的很好看，很迷人，散发着诱人的气息，让男人无法抗拒你。像你这样的女人，就不应该属于这里。灯红酒绿的世界在呼唤你，在等着你。那些人也在等着你，等着把你那一份交给你。只要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你就会没事。想想，你现在丢失的只不过是一份身外之物，而你得到的是自由。花花绿绿的世界在等着你呢，千万不要放弃这次机会，我求你。我从来没有迷恋过灯红酒绿，我只想要一份爱。想不爱你真的很难做到，姐姐，只要你肯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在哪儿，但我真的不知道。那你是不肯信任我了？不，只是因为你太差劲了，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看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反叛者在哪里。别做这些徒劳的事情。这种时候，我一丁点可能性也不愿意放过。你说呢，石兰？我只是在等待一个答案，看他们还有没有用处。这也是我在等待的可能性之一。放心吧，翁秘书长，他们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折腾折腾也无妨。那好，等你们有了收获，及时通知我。我说过，等我挣脱禁锢，他们都已经跑了。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交代了。负罪之身，该打，该杀。我只是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不见了人，你就应该去追。他们要跑，没人能追得上。还是故意给他们腾出藏匿的时间？先回来跟组织汇报，是大家跟施小姐商量的结果。但据我所知，这不是她的主意。施小姐不是一个容易受蛊惑的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她最重要的是先稳住你们。先跟组织汇报，说是我的主意。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施小姐只能妥协。你错了，这是策略。是你们的，还是你们跟施小姐的？你的主观性是一种习惯，很容易出错。说。逻辑很简单，人在逃亡路上神经紧绷，贸然追捕必然会出现鱼死网破的局面。
对于我们来说，人要追回，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护那些藏宝不受到损伤。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到他们暂时有个安定、警惕性开始放松的时候再做行动。听明白了吗？看来你们没少花时间一起串供啊。我真的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了。我求你了，师姐，别再考验我的耐心。你是明白人，这样抗拒的结果是什么？你清楚？你觉得你还走得出这间屋子吗？如果组织认定我们跟反叛者是一伙的话，那些藏宝你永远别让他找回来。要这么说的话，按我的理解，你们是知道那些人的下落的。我会竭尽全力找到他们。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这话？你要做的是老老实实说出他们的下落。追捕是我的事，你想以此进堂脱壳，你把我当傻子吗？我警告你，我会永远效忠党国。你他娘的，别把我当反叛者对待！别在老子面前耍老资格！我告诉你，李松文，你再敢绕圈子，我把今天带来所有的药剂全部注射在你身上。蠢货，你就是个蠢货！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想追回所有的藏宝，就会摒弃猜测，全身心的跟我合作。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路。我告诉你，做出来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不让我交差，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你有没有背叛党国、背叛组织？你自己心里很清楚。说，逼了我，逼了我！有我们，你们就能找到反叛者；没我们，你们就两眼摸黑。信不信我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报告，进来。施兰听说你们被翁秘书长带出了招待所，就觉得不对，赶紧跑来向我汇报。但我觉得还是来晚了，对不起。非得让藏宝的事情人尽皆知是吧？这一点请你们放心，他们都是死士。如果由我们来追捕反叛者，我更希望由当地的特工配合行动。我明白尤真的意思，这4个人不适合参加追捕行动。尤真，你的这个小玩意儿，我一直替你保管着它。这件怎么样？你穿哪件都好看。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一口气买了6件旗袍。未来的每一天，我都要过得多姿多彩。老板，把这些衣服给我包起来。好嘞。你确定要在这里定居吗？没错，但不是跟你一起。我会走。
但是我要确定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全的生活。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你没有杀萧月，但萧月未必不会带人来杀你。谁又能找到我们？别让过分的自信毁了你。都知道我没有开内枪，可你们谁又替我补了内枪？或许是有了亲情和爱情之后，八下镇的所有人都丧失了冷血的素质。浮云散，明月照人来。知道吗？我希望我的余生在灯红酒绿中度过。我能理解。对，没有信仰，没有善恶，没有使命，醉生梦死。从小北走的那天起，我就只想堕落，一直堕落到死。我尊重你的选择，可你也要清楚，现在藏宝不能变卖，你要靠什么来维持你想要的这种生活？漂亮女人一旦选择堕落，就不会再为钱而发愁。可我怎么能确保你的安全？欢乐场上，从此有一个女明星被话题包围。她妩媚妖娆，放荡不羁，充满了神秘色彩。可真正的有心人却偏偏会忽略掉这一切，因为一个引着无数目光的女明星，怎么可能还是一个费尽心思也要隐匿行迹的女反叛者呢？除掉审讯你们的人，是想表明我的态度。但我也希望你们能明白，我有信任，但做不到袒护。如果追不回国宝，我很难做。高处长放心，若追不回藏宝，我们以死谢罪。不要总把这个字挂在嘴边上。我不希望你们死，我希望你们成功。我明白。说吧，既然不知道他们逃散到哪儿了，那我们的追捕行动该从何开始啊？他们的下落，不见得分析不出来。是吗？哦，是这样。一般情况下，从文要说行，那就基本没问题。我说过，散飞的鹰不好逮，但是他们一旦落脚，就会有迹可循。这也是施小姐为什么同意暂时会按兵不动的原因。说下去。先分析大区域，对他们来讲，组织上派遣的追捕者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而对我们来说，敌后的追捕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敢断定，他们逃散之后，会选择日战区作为藏匿点。从梅镇到徐州，
到衡州，到平层，到唐岭，最后又回到梅镇。李从文深知，沦陷区环境险恶，保证藏宝不落入侵略者手中是关键中的关键。他相信，逃散的坝下镇人依旧能坚持住人格的底线，但却无法保证他们在突发情况下出现无法自控的局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最快速度找到他们，阻止掉发生任何意外的可能。是极为高效的布局结构，其特性是各端点通过最短距离的直线进行交互。对，以这个结构进行布局，所有的藏匿地，即便互不相知，也能在紧急的事态时，沿直线轨迹迅速勾连。而对我们来说，破解出这个结构，就意味着只要确定出一个端点的位置，就可以推断出所有藏匿的地点。所有藏匿地点都位于端点和端点之间的直线上，推算出一个端点，便可以通过等边五角形的几何公式计算出另外4个端点及之间的直线。而他们为了确保紧急时态的联络快捷，所有的藏匿地点的地标位都会很精确。在这种基础下，排除掉相连直线当中的山川、河湖，以及微观到垃圾焚烧点这些不宜居住的区域，我们的搜索范围就非常小。我们该如何寻找第1个端点呢？军统站遭破坏最严重的地方。很好，距离逃散到现在已经不少时日了，我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比较稳妥的落脚点。追捕行动可以开始了。是。对不起，你们都是戴罪之人，所以追捕行动的前沿指挥官必须是石兰，否则我很难做人。其实不用你说，从那天的场面我也看得出来，夜总会的方老板很想捧你。知道。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以真容示人。于是方老板就把它当做一个方案，对吧？对，他认为一个永远戴着面具的神秘歌女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而真正的有心人，却生怕被这个诱人的假面歌女牵引走目光，从而疏漏掉本该追踪的目标。所以，我是安全的，你可以走了。还是要当心一些。较之牙五行毕竟是一把双刃剑，由五行的规律构成，隐匿而且便于勾连。可一旦被破解，所有人的轨迹都会同时浮出水面。那也是天灾，多也没用。你会去哪儿？我是个多疑的人，所以我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你们的轨迹中间流浪。谢谢你，依然还关心着大家。不是，我是在关心我自己。
我相信移动的目标是最难被捕捉到的。也好，这样会显得冷酷一些，能让人少一点思念。你会思念我吗？不会，凡是跟过去有关的，我都想忘记。你最好别反抗，我们不想看到流血。怎么？你们都还活着？对，托老天爷的福。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也留条活路呢？只要你配合，条件我们可以谈。救不活了。是龙九他姐夫。别紧张，我们是保安大队的，追捕盗匪。大家小心！我们中计了，他们要关门打狗。你能不能用词儿讲究点？改成瓮中捉鳖行了吧？就你深度。都小心点吧，别让鳖给捉了。看来他们对本站的工作非常的了解，稍有点动静便有觉察。这儿的场地结构复杂，大家分头行动。刘真，
有人，有人，有人！有真，有真，我求求你了，有真，你醒一醒好不好？你醒一醒好不好？有真，你要挺住啊，有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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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天线被人剪断了，连不上。他们都有准备，小心一点。萧玉，别动。萧雨，是我。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是你。把枪放下。我求你，不要打我的脸好吗？给我留张干净的脸。对下，他们在摆迷魂阵。我见识过了。真不愿意看到追踪者是他们。若不是他们，谁又能想到连线结构呢？这就是宿命，他们注定要为藏宝而死。哎，这尸体怎么没有血迹呀？都别动！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枪法，所以我再说一遍，都别动。我不得不说声高明，用乔装的方式引诱我们相互误杀，把自身的损害降到最小，光线昏暗，以至于我都没看清楚何猷珍身上有没有血，以至于从文和施兰坠楼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就开了枪。还好，特勤的本能导致我在开枪的一瞬间看清楚我的枪口下瞄着的是自己人。所以没如你们所愿啊，我故意把枪打偏了。但他们两个坠楼以后却佯装中弹，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机。于是龙嫂，当你向我开枪的时候，如法炮制，戏演得凶险了一些，子弹就擦着我的头过去。看起来，
你们的障眼法更高明，但没有你们那么无耻。你们都熟悉战争法，应该知道身穿对方军服作战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径。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苦苦求生的逃亡者，为了生存，什么都不为过。闭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你们反叛辩解。萧月，你觉得你已经胜券在握了吗？那你怎么认为？这你是知道的。特勤人员执行特勤任务时，需要带2种子弹：一，杀人的实弹；二，遇到绝境时，假装自杀以此求生的空弹。你们俩隔着楼板在对射时，我听见枪声，稍稍有些发闷，原以为是不同的枪型所致。哼，现在想想，你们其中一人用的是空弹。发现乔装后，为了避免误伤而采取的办法。那么，从最大程度避免误伤的角度去分析，你们还有一人用的也是空弹。现在我敢确定，你们只有2把枪是有杀伤力的，够得上我们一拼。我们只是想过真正的生活，明知以命诱敌，就是想给我们大家寻找一个生存的机会。可是最后还是败了。小月从闻我们背叛组织，有此下场也不为过，拼也拼了。再败，那是天意，我认了。我只是遗憾，这么多年，慧仙里里外外操持这个上峰任命的家。温顺的对待着每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没有教过一句是非，连镇上的人都恍惚了，都觉得他是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妇人。可是，又有谁敢相信他是个精通6门外语的谍报专家？他想有朝一日再回南阳，回到他的家乡。我答应过他的，风声一过，我就陪他一同回去。可现在我做不到了，遗憾啊，我做不到了。农妇，我不姓龙，我姓什么？我叫什么？连我自己都忘了。我这几十年的兄弟，还有这些在逃亡的路上还跟我叫爹叫叔的孩子们，
他们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嘛。现在魂都没了，一具肉身子又跟平常人有什么两样？死了，都死了，谁也别问过去了。好，我告诉你们，宝藏藏在哪儿。我想，我已经不需要了。走吧，我们会把你移交给押送人员。怎么处置？上峰自会有定夺。赤兰，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的押送人员只送货不送人。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知道吗？临出发前，组织射出密令。藏宝一经追回，反叛者进行处决。也就是说，从我们出来那一刻，已经不是追捕，而是追杀。枪口永远都对着自己的人，难道除了杀戮就没有别的了吗？我知道，反叛不可以被饶恕，但是你们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反叛？是谁把他们逼上了反叛？他们曾经为了使命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你们告诉我，反思的应该是谁？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任务，我们无法改变。石兰，你给我闭嘴！你就是个大混蛋！在你们官僚的眼中，我们就是没有血肉的机器。没错，我们就是一群没有血肉的机器。那天你用空弹朝我开枪，真的让我有些感动。我在想，当时你不仅仅是提醒我假死诱敌，你第一时间换了子弹，是真的害怕误伤我。可随后，我看到你那么真挚的感情，我又恍惚了。谁能看清一个可以把情绪表演得那么逼真的人？你说这话，好像对目前的形势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共产党，却像是在为国民党人的内斗而痛心。你告诉我，我该怎么理解？你该怎么理解？你该怎么理解？
其实，坝下镇就像一个国家的缩影，同在一个大家庭里边，纷纷扰扰，争争斗斗，但谁都不能，也不应该屏蔽掉彼此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我应该把这些话当成是你的统战宣言吗？正如刚才，你不失时机的揭皮上风，视大家如草芥。难道不是吗？所以说你很高明。我高明。那么你呢？假死之后偷偷地换上了空炮弹，难道是为了配合我的统战工作，还是出于本能，怕误伤到你的兄弟姐妹？我真后悔没及早的揭发你。你这人太危险了。谢谢你啊，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李从文暗中汇报了这一情况之后，党组织迅速做出指示，只要藏宝不落入日本人和汉奸手里，归属于谁都不做争议。重要的是，必须尽最大努力挽救这些失足者的生命，拯救他们迷失的灵魂。刚才，对不起啊，我的确是很冲动。我明白，没关系。从文，毕竟反叛已经发生，这个事实谁都改变不了。我知道。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方案。尤真提议，为了行动快捷，我们应该沿顺五星连线这样的结构直线，兵分两路。我和萧月都赞成这个方案。两条线是这样分的：我跟萧月，你跟尤真，完整，即完成任务。怎么，做了流产还没恢复过来？我就是觉着吧，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不就是再忍几年吗？其实现在也挺好的，有你这么个豆腐骑士，日子过得也不寒酸，生活也挺好的。非常时期，你还想怎么样？我想去找吴司令。原来你做流产是为这个？那时候倒也没这念头。倒是个不错的去处。可他不在交互线上，万一有啥事儿，别人联络不上咱们怎么办？这不还有你的吗？你知道我去哪儿了。你不想带上我？多一个人就少一份自由。对我是这样，对你也是。唉，也是，是。我这就算给你践行吧。给你当了几年的妈，爱吃哪口啊，我都门不清。妈，对不起，真的不是我无情，
我只是觉得荒废了太多岁月，实在是等不及了。我懂。哎，你不是太想要男人吧？你不想啊？天大个城市，想男人了就去找呗。归到头了，这些年呀，咱娘俩人前当母女，背地里是个啥样，也就自个儿清楚。哎，今儿把这关系结束了，挺好。我也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才不甘心当你妈呢。来，碰一杯。咱俩换一下呗。你喝我这杯，我喝你那杯。进屋的时候，我杯子里的酒就是满着的，你忙不迭地给自己倒酒，假装2杯酒是从一个瓶子里面倒出来的。一口菜都没吃，急着倒酒干什么呀？你说这话太让我伤心了。那就换一下，让我喝着放心。你放手！我要你喝了它。断肠粉对吗？指甲缝里抠出来一点就能置人于死地。我不甘心，不甘心，你跟穆斯林把我甩了。你已经得到幸福了，凭什么？凭什么还要拿走那份儿？一丝天念都不给我留下。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已经把我那份放到你的箱子里了。妈，你不该怀疑咱俩最后这点真情。干嘛这样看着我？你也不比我漂亮多少呀。我承认。可是你一来呀，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被你带走了，
真是搞不懂，那么多花容月色，怎么就偏偏喜欢一个挡了半张脸的？所以女人啊，不能对男人付出全部。想要让他们追着你捧着你，就得对他们半遮半掩，若即若离。可真正的爱情不就是应该付出全部吗？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是真的？滚滚红尘，梦幻泡影。那天我去寺庙里烧香，也听人说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类的。可是，一切要是假的，是空的，那我觉得生活就没啥意思了。你觉得没意思，可好多人还在苦苦所求呢。塞琳娜，该上场了。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么追杀，要么自相残杀，一个一个的在我们面前死掉。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他们就该知道这是条不归路。他们得到的应该是拯救，而不是屠杀。收起你这副嘴脸吧！一个共产党飘给国民党特勤哭丧，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共产党怎么了？在他们的眼里边，只有拯救，没有屠杀。我更怀疑你是别有所图。你什么意思？如果能拯救那些人的性命，那些宝藏哪儿来的归哪儿去，我分毫不动。李从文，共产党杀我爹妈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少给我假仁假义的。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就太不了解共产党了。当初你提议分兵两路，也不想跟我单独在一起，想重新认识一下我吗？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共产党不会把自己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你要再在我面前提共产党3个字，信不信我现在就揭发你？那我劝你还是留点时间，留点机会，来拯救你的兄弟姐妹们吧。反叛者罪当于死。如果他们真的没有良心了，那些宝物你一件都别想找回来。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良心，你们才有了机会。难道就不应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活下去吗？你嚷什么呀？是，反叛这件事上，我也有责任。要不是我一心想要探明你的身份，早就应该阻止他们，而不是火上添柴。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真的能让大家活下来？萧月和石兰那一路，我已经鞭长莫及了。我只能保证我们俩。怎么保证？我的同志们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我们。诸位，日本人让我们避免跟重庆军产生摩擦，加大反攻力度。你们怎么看？日本军部现在的对华战略是，不再扩大势力区域，以守为主。很明显，他们在走下坡路了，早晚得滚蛋。
这意味着我们跟重庆军早晚也得归在一起，而反共恰恰也是重庆军的意愿，何乐不为呢？您说呢？要我说，你还太嫩。打谁都得伤到自个儿，两方面都不要产生摩擦。枪杆子是用来争利益的，没有油水争个屁。现在统一方针，今后再跟着清剿、围剿什么的，先把风放出去，让人家有个及时的应对。打谁都得伤着自己，所以跟谁都得避免摩擦。枪杆是用来争利益的，没有利益争个屁！现在统一方针，以后再有围剿、清剿什么的，给人通个信儿，让人有一个应对的准备，明白了吗？报告，进来。吴司令，鸳鸯闭合，花好月圆。这帮混蛋妈逼精！大人不对，不辞而别，你什么意思嘛？你不要我，你还给我留一封信，你让人忘也忘不了，放也放不下。我是因为爱你我才离开的你吗？怪你的吧？你知道吗？我醒了之后看到空荡荡的纸页，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一想你肯定就是骗我的，你还给我留一箱金条，我一气把你的金条全扔了。但我现在还是忍不住想找你，我就找啊找啊找啊，就找到现在了。我好辛苦啊！我一辛苦我就后悔，我干嘛把那些金条都扔了啊？好了，错了，我错了啊！我发誓，我吴国雄从今往后，不管是好是坏，永远不会再甩开你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啊！我决定了，我说过我会为你做到的，我现在也可以。难为你了。自从离开你之后，这鬼瘾头我就戒了，都是为了你，都是你的功劳。带着小哥快跑！湘月，当时大家一时心软，没杀了你，真是后患无穷啊！藏宝在哪儿？藏宝在哪儿？别逗了，告诉你，我们还有命活吗？
迷途知返，至少不会留下万世骂名，辱没了先人。萧月，抓紧时间。徐水根，告诉我藏宝在哪儿，别再抗拒了，行吗？抗拒的结果只能是你死在最后。这全是你逼的。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还有谁会死你前头？萧爷，我求你了，给我留下我儿子吧！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萧爷，小哥是你看着他出生的，你别忘了，小哥出生的时候，是你和文大夫帮他烧的开水。萧爷，我求你给我留个种吧。东西，我告诉你东西在哪儿。我只有一个条件，就一个条件。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萧爷。我答应你，我绝对不对他，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刀枪相向。好，我带你们去找东西，偷完东西之后，给我留个全尸。小官儿，一会儿会有几个叔叔过来，他们会带你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是烈士遗孤，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人敢欺负你。你们会在一起学文化，学习各种技能，直到你长大。做一个男子汉。小哥儿，把这2个糖豆吃了，它们可以让你忘掉所有不快乐的事。是来你发过誓的，你发过誓的。我只承诺过，不对他们刀枪相向。这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这就叫斩草除根。别在我面前哭！你还是当初那个坚毅果敢、一身豪气的萧月吗？你还是当初那个让我崇拜、让我迷恋的英雄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婆婆妈妈的，你猥琐不猥琐？你不懂的。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不懂。